我们镇子要建机场，拆迁办的人挨家挨户量房子谈补偿，可我等了3个月，始终没人敲我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规划图上我家那块地被人故意画在了红线之外。于是我气冲冲地去找镇政府，得到的答复却是规划就是这样，没办法。邻居见状还嘲笑我，这下好了，守着破房子过一辈子吧。我没吭声，反而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全掏出来，又贷了款凑够1000万。半年后，老宅变成了10层小楼，挂上了云端酒店的招牌，门口那块非消费客人禁止入内的牌子，成了整个机场最扎眼的风景。建机场的消息一传开，我们这个叫安宁镇的地方就再也安宁不起来了。一时间，补偿款安置房未来的新生活成了镇上人们永恒的话题。一辆辆印着拆迁办公室的白色面包车在镇里的土路上来回穿梭，工作人员拿着卷尺和本子，挨家挨户的丈量登记谈判。我叫付清，家在镇子最东头，守着一栋有些年头的2层老宅。父母早逝后，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第一天，拆迁办的车从我家门口开过去，没停，我猜应该是从镇西头开始量，还没轮到我。第一个星期，邻居李婶家谈妥了，据说拿了一笔不小的钱，笑得合不拢嘴。他见我总要大声问：“阿青，你家也快了吧？”我闻言笑着点点头。第1个月，镇东头的住户也开始陆陆续续签了约，很快镇子上的墙都写上了红色的拆字，唯独我家的墙依然是灰扑扑的很干净。我心里开始发慌。又过了2个月，镇上大部分人家都搬走了，见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蔓延于。于是我来到镇政府，找到了镇长郑大钱，他正忙着打电话，见我推门进来，只是不耐烦地抬了抬眼皮。什么事儿？我上前问道。郑镇长，我想问问机场拆迁的事，为什么没有我们家？郑大钱闻言，这才慢悠悠放下手里的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巨大的规划图，指了指。你自己看。我凑过去一看，心脏猛地一沉。只见规划图的拆迁红线像一柄锋利的刀刃，紧紧地贴着我家的院墙边缘划过，而我家那栋小楼像一个被遗忘的孤岛，孤零零地被甩在红线之外。我死死盯着那道红线，声音有些发抖。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搞错了？郑大钱语气冰冷，没有一丝温度。没有搞错，规划就是这样定的，我们也没办法。我忍不住追问，可是为什么全镇都拆了？为什么偏偏漏掉我们家？郑大钱顿时声音大了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官威。我说了，这是规划，上面专家的决定，我能有什么办法？行了，我还有会，你回去吧。他说完便径直走出了办公室。我刚踏进家门，迎面就撞见邻居李婶，正指挥着搬家公司的人一件件把家具往卡车上搬。他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开口问道：“阿青，去问了？”闻言我没说话，见我不吭声，他撇了撇嘴：“我就说吧，你家这位置怕是难喽，人家建机场，你这房子正好在边上，挡不了什么事儿，拆了还得赔你钱，多不划算。”这时，另一个邻居凑过来嘲讽道：“这下好了，以后全镇就你一户人家，守着这破房子过一辈子吧，周围全是机场，吵都吵死你！”李婶笑得更开心了，附和道：“可不是嘛，等我们都住上城里的新楼房，阿青还在闻飞机的尾气呢。”那些刺耳的笑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但我没有跟他们争吵，只是缓缓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那栋陪伴我长大的小楼。最终搬家的卡车轰鸣着开走了。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喂，苏婉吗？是我，付清。电话那头传来苏婉温和的女声，她疑惑地问：“阿青，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沉吟片刻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下贷款的事。”苏婉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大学读了金融，现在市里一家银行当客户经理。苏婉有些惊讶地问：“贷款？阿青，你遇到什么事了？”我语气平静地回答：“没事，我想把家里的老宅翻新一下。”苏婉更不解了，追问道：“翻新？现在我听说你们镇不是要建机场，全都要拆迁吗？”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我们家不在拆迁范围内。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后，苏婉的声音带着一丝愤怒：“这不欺负人吗？规划图怎么可能这么巧，正好把你一家给绕过去。”我平静地说：“是不是巧合已经不重要了？”苏婉追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就准备守着那栋旧房子？”我看着窗外空旷的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不，我要把它推倒重建。”闻言，苏婉沉默许久后说：“阿青，你想好了，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我坚定地回答：“想好了。”你需要多少？我手里有20万积蓄，是爸妈留下的，和这些年工作攒，想再贷30万，一共50万。电话那头的苏婉听到这个数字，倒吸一口凉气。50万？阿青，你疯了？你只是重建一个自住房，用得了这么多钱吗？我要建的不是普通房子。我的目光投向远处机场规划的巨大轮廓，那里未来将是人来人往，商旅不绝。而我家是距离机场最近，也是未来唯一的一栋私人建筑。我问苏婉：“你觉得在未来的新机场旁边开一家酒店，前景怎么样？”听到这话，苏婉瞬间愣在原地。她向来是个聪明人，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图，惊呼道：“酒店？你要开酒店？阿青，你这步子迈的也太大了！你懂经营吗？你有人脉吗？风险太大了。”面对她的担忧，我反问她：“风险大，还是守着一栋没人要的破房子，等着它在飞机的噪声里慢慢腐烂，哪个更可怕？”听了我的话，苏婉满脸担忧的开口：“可是30万不是小数目，你的老宅做抵押，估值可能不够，收入证明也没有。”没等她说完，我打断她：“我知道，所以我才找你，你是专业的，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办法。”其实我知道我在为难她，但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苏婉长长叹了口气说：“阿青，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能吓死人。这样吧，你明天带上房产证和你的资料市里找我，我帮你梳理一下，看看能走什么渠道。不敢保证一定，但我会尽力。”闻言，我感激地说：“谢谢你，苏婉。”为了缓和气氛，她开了个玩笑：“先别谢我，等你
酒店开起来，给我留个终生免费的总统套房就行。对此我却很认真的回答。好，一言为定。于是第二天天刚亮，我带着所有的希望挤上了开往市里的第一班车。一见面，苏婉就在我的材料上划划写写，打了无数个电话，带我跑了好几个部门。银行的审核人员看到我那本被画在红线外的房产证，都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在他们看来，给一栋被机场包围的孤岛放贷，风险高的离谱。为此，我一次又一次的解释我的商业计划，但他们看着我这个沉稳，甚至有些内敛的年轻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我都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苏婉一直在旁边鼓励我，她不仅帮我完善商业计划书，手把手教我怎么跟银行的人沟通，甚至动用她自己的人脉，请了分行的领导吃饭。1个星期后，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苏婉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里透着疲惫，但更多的是兴奋。阿青，批下来了。闻言，我忍不住激动地问：“真的吗？”她兴奋地说：“真的，30万，1周内放款。我跟我们行长立了军令状，把你这个项目当成今年的重点创新试点项目来推，才说服了他。”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感激地说：“苏婉，谢谢你。”苏婉闻言笑着回应：“傻瓜，跟我客气什么？”我随即承诺道：“等我拿到钱就请你吃饭。”苏婉却笑着说：“吃饭就免了，你赶紧把你的酒店盖起来，我等着住总统套房呢。”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已经开始动工的巨大机场工地。1周后，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您的账户已入账30万元。”看着那一长串的零，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整50万，这不仅是我的全部身家，也是我的全部赌注。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父亲，你没有退路了。”我肯定地回答：“只能赢不能输。”拿到钱的第2天，我立刻联系了市里最好的建筑设计公司，雇佣了全镇最有名气的施工队。施工队的队长姓赵，是个实在人，看到我家的老宅，不禁挠了挠头。阿青，你这房子真要拆了重建？对赵叔。赵队长接着又问：“拆了打算建成啥样？我可跟你说，这周围以后都是机场，你建个普通的房子住着也不舒坦啊。”我随即拿出一张图纸说：“赵叔，你放心，图纸我已经找人设计好了。”赵队长接过图纸后，只看了一眼，眼睛就瞪大了。我的乖乖，4层还要带地下室和观景楼台，你这是要盖个小洋楼啊？闻言，我平静地回答：“不是洋楼，是酒店。”赵队长顿时震惊地说：“天！”赵队长和身后的几个工人都惊呆了，脸上的表情跟当初银行的人一模一样。赵队长忍不住怀疑地问：“阿青，你没开玩笑吧？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田的地方开酒店？”我指着远处尘土飞扬的机场工地说：“以后这里就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田了，你看那里，以后会是安宁镇最热闹的地方。”赵队长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沉默了，随后他盯着图纸看了半天，又抬头看看我家的位置，眼神渐渐变了。随后他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阿青，你这脑子可以啊，这叫抢占先机。赵队长兴奋地接着说：“别人都觉得你这是个死地，但你要是真把酒店建起来，这就是个宝地啊！飞机上下来，人又累又乏，谁不想赶紧找个地方歇脚？你这酒店不就是他们睁眼看到的第一个选择吗？”我有些意外，赵叔竟然能这么快理解我的想法，于是我问道：“赵叔，你愿意接这个活吗？”赵叔当即把胸脯拍得梆梆响，爽快地答应：“接，为什么不接？这么有意思的活，打着灯笼都难找。你放心，图纸怎么画，我就怎么给你盖，保证给你盖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推土机开进院子那天动静很大，一些还没搬走的邻居跑过来看热闹。当他们看到承载我童年记忆的小在推土机铁壁下轰然倒塌，都忍不住发出惊呼：“这父亲是真疯了！好好的房子说拆就拆，他想干嘛？”听说他带了好多钱，要把这里建成小洋楼呢。李婶见状，抱着胳膊冷笑道：“建小洋楼，我看他是钱多的没地方花了。等建好了，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晚上不怕吗？”旁边的人随声附和道：“就是，周围连个邻居都没有，跟住坟地里似的。我看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跟规划对着干，有好果子吃吗？”我对各种议论声充耳不闻，只是站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前，看着工人们工作。没多久，这里的动静惊动了镇长郑大钱，他坐在轿车里，摇下车窗，远远地看着他。大概没想到，不但没有哭哭啼啼的去求他，反而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接着，郑大钱隔着车窗喊我：“父亲！”我走过去问道：“有事吗？”他语气带着质问：“你这是在干什么？翻新房子。”他却继续质问道：“翻新需要把房子全推了吗？你这是重建，你拿到审批手续了吗？”拿到了。郑大钱没想到我把手续办得如此齐全，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把文件扔还给我，声音透着威胁：“我提醒你不要乱来，机场建设是大事，你要是敢妨碍施工或者违规建筑，别怪我不客气。”我则收好文件，直视着他的眼睛：“放心，我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我不会妨碍任何人，也请任何人不要妨碍我郑大钱。”大概没见过我这样强硬的态度。最终他重重地哼了一声，摇上车窗疾驰而去。我知道他今天来是来警告我，也是来试探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很快，建筑的框架在空旷的土地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向上生长。第1个月，地基和地下室完工；第2个，主体结构封顶。终于，当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在4楼的屋顶时，赵叔激动地放了一挂鞭炮。我站在刚刚成型的天台毛坯层上，俯瞰着脚下的土地，放眼望去，远处机场的轮廓也日渐清晰。我的酒店和未来的机场，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竞赛，看谁能更快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就在这天，我正在工地上和设计师商量外墙材料，一辆辆执法车呼啸着开了过来。车门打开下来，10几个穿着不同部门的制服的人，领头的是个中年男人，而郑大钱跟在他身后，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中年男声色俱厉地问：“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走上前回答，我是。只见他晃了晃手里的证件，说：“我们是联合执法队，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里存在严重的违规施工，安全隐患巨大，还污染环境。”闻言，我心里一沉，知道麻烦来了。郑大钱站在一旁不说话，但那幸灾乐祸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面对他们，我平静地回答：“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施工也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是不是合法的，不是你说了算，给我查，仔仔细细的查，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他身后的人立刻散开，涌入了我的工地，有的检查消防，有的测量噪声，有的提取空气样本，有的翻看我们的施工日志。赵叔和工人们都看傻了，想上前理论，但被我拦住了。让他们查，因为我心里清楚，这是郑大钱的报复。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乱。整个下午，我的工地都处在一种停滞状态，期间各种刁难层出不穷。这里的钢筋间距好像不对，拿尺子来量。你们的扬尘措施不到位，要罚款。食堂的卫生许可证呢？拿出来我看看。郑大钱不时地凑到中年男人耳边，低声说着什么，然后两人一起朝我投来不怀好意的目光，而我始终保持着沉默，只是用手机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每个人的脸都清晰地录了下来。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他们几乎把整个工地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他们聚在一起，由那个中年男人做总结。经过我们一下午的详细排查，你们的工地基本符合规范。显然他很不情愿地说出这几个字，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我知道，从我决定建酒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了极致。我聘请了最好的监理公司，每批建材都要求出具合格证书，每次施工都严格按照图纸进行。我的目的就是要建一座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建筑。郑大钱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显然他没想到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做事竟然如此滴水不漏。接着中年男人话锋一转，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工地紧邻机场，重点项目情况特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决定要求你们停工整顿1周，进行全面自查。赵叔第一个忍不住吼道：“凭什么？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凭什么要停工？”随即中年男人板起脸说：“这是命令，如果拒不执行，我们就吊销你们的施工许可。”然而我看着他那张油腻而嚣张的脸，忽然笑了。郑站长，我这里有市住建局、消防局、环保局所有领导的电话，我刚才也把我录的视频发给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省里的媒体工作。你说，如果我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原本的告诉他们会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想保住自己家园的普通老百姓，无权无势，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保护自己。闻言，他的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他惊愕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个在他眼里柔弱可欺的孤儿，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后手。这时，那个中年男人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连忙走过来问：“郑镇长，你看这……”郑大钱见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咬着牙说道：“让他继续施工。”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钻进车里，带着那群所谓的执法队狼狈地逃走。工地上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呼，赵叔和工人们都朝我竖起大拇指，称赞道：“阿庆，牛！”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刚才那番话半真半假。我确实录了视频，但媒体的朋友是我瞎编的。我是在赌郑大钱，做贼心虚，不敢把事情闹大。我赌赢了，但我也知道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我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拿出了手机：“喂，苏婉吗？我好像惹上大麻烦了。”苏婉等听我把下午的事情讲完，他那边沉默了很久，于是我试探着问：“喂，苏婉，你还在听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也很冷静。在，阿青，你先别慌。我回答道：“我不慌，我只是想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苏婉在那边分析道：“你在他的地盘上跟他硬碰硬，肯定会吃亏。我们要换个……”我随即追问道：“什么思路？”孙子兵法里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你现在手续齐全，合法合规，这就是实政。郑大钱想找你的茬儿却找不到，所以他只能用下三滥的手段。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想不到的地方出一招奇兵。我安静地听着苏婉的分析，让我混乱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我于是问道：“这个奇兵是什么？”苏婉一字一句地回答：“是机场，是正在建设中的安宁国际机场项目。”本身我闻言愣了一下，他继续说道：“你的酒店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是它与机场的零距离。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安宁镇这1亩3分地上，更不能总盯着郑大钱这种跳梁小丑。你要把你的格局提升到和机场项目一个高度。你要想办法让机场项目方把你当成他们自己人。”苏婉的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眼前的迷雾。我终于明白了，郑大钱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欺负我，正是因为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个体。但如果我能和机场这个庞然大物绑定在一起，郑大钱再想动物就得掂量掂量了。可问题是该怎么绑定呢？我有些为难地说：“机场项目是省市2级的重点工程，负责人级别都很高，我根本接触不到他们。”苏婉闻言却笑了：“谁说要你直接去接触大领导啦？阿青，你忘了你的优势是什么了？”我疑惑地问：“我的优势？”苏婉立刻解释起来：“你的工地现在是整个安宁镇除机场工地外唯一一个有大量工人聚集的地方。机场工地的工人有多少？几千人总是有的吧？他们吃饭怎么办？住宿怎么办？日常的消费怎么办？据我所知，为了产工期，他们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工人们的生活其实很枯燥，很不方便。而你就在他们旁边。”我听完瞬间懂了，连忙问道：“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做他们的生意？”苏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兴奋：“不只是做生意那么简单，
这是你切入机场项目的最好机会。你可以利用你现在的工地开一个小型的临时的生活服务区，一个小卖部，一个大排档，一个露天电影院，投资不大，但能立刻解决机场工人们的燃眉之急。你提供的不是商品，是便利，是关怀。当这几千名工人都念着你的好的时候，你觉得机场的施工方领导会怎么看你？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有远见、有担当的合作伙伴，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稳定后方、解决后顾之忧的盟友。到那个时候，你的酒店就不再是一栋一栋孤零零的建筑，而是机场项目的配套服务中心。挣大钱还敢来找你麻烦吗？他敢跟整个机场项目作对吗？我听后握着电话，激动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苏婉，你真是个天才！苏婉笑着说：“不是我天才，是你给我的启发。能想出在机场旁边建酒店的人，本身就不会是个笨蛋。”苏婉又接着叮嘱道：“这件事要尽快做，赶在郑大钱下一次出招之前，把我们的骑兵布好。”我连忙询问：“我需要做什么？”苏婉建议道：“你去找赵叔，他手下有工人有技术，搭个临时的棚子，开个大排档，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货源方面，你可以直接联系市里的批发市场，我给你几个电话，都是我的客户，靠得住。最重要的是，价格要公道。东西要干净卫生，我们要的不是暴利，是人心。”挂了电话，我感觉浑身的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之前的疲惫和迷茫也随之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斗志和希望。我连夜找到了赵叔，把我的想法跟他一说。赵叔听完一拍大腿赞道：“这主意好啊！我早就看那帮机场的兄弟们可怜了，天天吃食堂，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咱们搞个大排档，弄点啤酒烤串，他们还不乐疯了。”赵叔拍着胸脯保证：“阿青，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明天我就带人把地方给你评出来，3天之内保证开业。”果然，赵叔的执行力超乎我的想象。3天后，一个用钢管和彩钢瓦搭建的巨大简陋美式广场出去。出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加油站，既是给工人们加油，也是给我自己加油。与此同时，挣大钱的人一直在暗中监视，看到我们不盖酒店，反而搭起棚子都一头雾水。很快，加油站大排档开业那天，我搞了个小小的仪式，我用红纸写了几个大字贴在门口。开业前3天，所有菜品酒水半价。我还让赵叔派了几个工人去机场工地的门口发传单。傍晚时分，天还没完全黑，机场工地的下工铃声响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像潮水般从大门涌了出来，他们大多满身尘土，一脸疲惫。当他们看到我们这边灯火通明，闻到空气中飘来的烤肉和炒菜的香气时，都愣住了。有人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热闹？好像是个吃饭的地方，叫什么加油站？”有人提议道：“走过去看看。”第一个客人是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伙子，脸上带着稚气。“老板，你们这儿真的半价？”我笑着回答：“真的。”他点单道：“那给我来一份回锅肉盖饭，再加2个鸡蛋。”“好嘞。”我亲自下厨，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份热气腾腾、分量十足的盖饭端到他面前。小伙子看着那堆的像小山一样的回锅肉，眼睛都直了。很快，第2个、第3个客人也来了。半个小时后，整个加油站里坐满了人，他们3、5成群，点上几盘小菜、几箱啤酒，在工地上压抑了1天的情绪，在酒精和美食的催化下彻底释放开来。原本空旷死寂的夜晚，被这股充满了生命力的喧嚣彻底点燃了。赵叔带着他的工人们，也在其中一桌喝得面红耳赤。我的计划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几天，加油站的生意越来越火爆。我的加油站成了工人们在枯燥的工地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和乐园。正在吃饭的工人们见状都皱起了眉头，显然他们看得出来这几个人是来找茬了。于是我从后厨走了出来，解下围裙，平静地问：“几位想吃点什么？”郑强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你就是老板，我们不吃什么，我们是来收保护费的。”他伸出5根手指说：“在这安宁镇，想做生意就得守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个月这个数。”不料我还没说话，旁边桌上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猛地站了起来。此人是机场工地的一个包工头，姓张，几乎天天来我这里吃饭。张工头随即瓮声瓮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正在吃饭的工人们见状都皱起了眉头，显然他们看得出来这几个人是来找茬了。于是我从后厨走了出来，解下围裙，平静地问：“几位想吃点什么？”郑强上下打量着我，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你就是老板，我们不吃什么，我们是来收保护费的。”他伸出5根手指说：“在这安宁镇，想做生意就得守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个月这个数。”不料我还没说话，旁边桌上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猛地站了起来。此人是机场工地的一个包工头，姓张，几乎天天来我这里吃饭。张工头随即瓮声瓮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跑到这儿来撒野？”郑强斜着眼睛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你又算哪根葱？大人的事儿小孩别插嘴，不然连你一块收拾。”张工头听后笑了，他没再说话，而是拿起桌上的一个空啤酒瓶，轻轻一捏，只听啪的一声，玻璃瓶身在他手里碎成了无数块。见状，郑强和他的几个小弟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紧接着，从4面8方站起来几十个同样身材壮硕的工人，只见他们手里有的拿着酒瓶，有的抄起了板凳。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郑强几个人堵在了中间。这些工人来自5湖4海，常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他们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们有最朴素的江湖义气。因为我为他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饭菜，他们自然愿意为我出头。郑强几个人平时也就欺负一下镇上的老实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于是郑强色厉内荏地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叔是郑大钱。”张工头不屑地啐了一口，随即说：“郑大钱是你叔？那你爹是谁？”
是玉皇大帝吗？赶紧滚，别等我们动手！郑强还想放几句狠话，但看到周围越围越多的人，他彻底怂了。于是他带着几个小弟连滚带爬的跑了，嘴里喊着我们走。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我看着郑强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又看了看那些自发维护我的工人们，心中涌起一股暖。于是我走过去向张工头深深的鞠了一躬。张大哥，还有各位师傅，今天谢谢你们了。张工头随即豪爽的摆摆手说。谢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帮杂碎。傅老板，你这地方我们保了，以后谁敢再来找你麻烦，就是跟我们几千个兄弟过不去。他的话一出，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一致响应。对，跟我们几千个兄弟过不去。那一刻，我站在人群中央，看着一张张朴实而真诚的脸，心里说不出的感动。而远处的郑大钱看着自己的侄子被灰溜的赶了出来，气得浑身发抖。这时他发现事情已经渐渐超出了他的控制，而我这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孤儿，已经长出了他意想不到的坚硬的翅膀。与此同时，在不远处，我的4层小楼主体已经完工，正在等待着外墙的装饰。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它的名字，那就是云端酒店。我暗下决心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只能在地面上仰望我的存在。郑强带人灰溜溜的跑了之后，加油站的气氛随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张工头把一沓钱拍在桌上。傅老板，你要是看不起我们这帮糟汉子，就把钱收回去。对，我们帮你不是为了占你这点便宜，我们是觉得你一个年轻人敢跟那帮人对着干，有种。我们敬的是你这个人。我最终拗不过他们，只好把钱收下。但我心里清楚，我收获的远比这点钱要贵重得多。我真正收获的是人心。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机场项目指挥部的耳朵里。最初他们很紧张，几千个工人聚集在不受控制的私人场所，在他们看来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据说项目部为此连夜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提议直接取缔我的加油站，将所有工人强制带回封闭的工地。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施工方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如果把他们强行关起来，只会让矛盾和压力越积越多，迟早要出大事。争论了很久之后，一个折中的方案被提了出来。与其把它当成一个威胁，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可控的合作伙伴。很快，一辆挂着安宁机场建设指挥部牌子的越野车停在了我的工地门口。车上下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径直向我走来，语气客气地问：“请问是傅清傅老板吗？”我有些警惕地看着他回答：“我是。”他对我伸出手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秦寿，是机场项目后勤保障部的副主任，我能跟你聊几句吗？”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跟他在加油站一张空着的桌子旁坐下。我给他倒了杯凉茶，问道：“秦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秦寿笑了笑，笑容温和地说：“傅老板，你别紧张，我今天来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笔生意。”我闻言愣住了，反问道：“合作？”禽兽推了推眼镜，开门见山回答：“是的，我们止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你的加油站为我们机场项目的稳定推进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我们非常感谢你，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休闲场所。”听了这番话，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原以为他们迟早会来找我麻烦。禽兽随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我们想跟你签订一个正式的合作协议，由我们指挥部正式授权你的加油站成为安宁国际机场项目1号生活服务区。我们会为你提供正式的挂牌。”同时每个月会给你一笔补贴，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随即问道：“什么要安全？”禽兽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真诚地说：“保证食品安全，保证价格稳定，让工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傅老板，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定价几乎没什么利润，我们给你补贴，就是希望你能把这件事长久地做下去。你帮我们稳住了后方，我们才能在前线安心地搞建设。”此时我看着桌上的那份协议，看着上面合作2个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苏婉的计策，那个以其胜的妙招，最终竟然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我不仅成了机场项目的盟友，甚至成了他们官方认证的自己人。我当即回答：“我同意。”我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我的名字。禽兽开心地收起协议说：“傅老板，合作愉快，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有什么人来骚扰你，你随时可以打我电话。”送走禽兽，我立刻给苏婉打了电话，激动地说：“喂，苏婉，我们成功了。”苏婉在电话那头笑着说：“我早就知道，阿青，你记住，当你能为别人提供他们无法拒绝的价值时，你就会成为所有人都想拉拢的伙伴，而不是可以随意踩踏的蝼蚁。从现在起，你的战场已经升级了。”果然，第2天，一块崭新的蓝色牌子就挂在了加油站最显眼的位置，上面写着2行大字：“安宁国际机场项目指定生活服务区，安宁机场建设指挥部后勤保障部监制。”这块牌子就像古代大将军的令旗，它一挂出来，整个加油站的气场都变了。于是工人们看着这块牌子，腰杆都挺得更直了。在这里消费不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而是一种被官方认可的福利。至此，我的身份也从一个备受争议的个体户，变成了名正言顺的红顶商人。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郑大钱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在看到这块牌子后收敛了许多。至少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没有再发生任何骚扰事件，工地和加油站都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平静。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毕竟郑大钱那样的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果然，麻烦在1周后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悄然而至。这天早上给我送猪肉的货车司机老李愁眉苦脸地找到了我：“傅老板，对不住了，今天的肉可能送不过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问道：“怎么了，李师傅？”老李点上一根烟，猛吸一口，叹了口气说：“别提了，我今天凌晨去拉货，半路上被镇上的运管给拦了。他们说我违规要扣车罚款，我这车连额定残重的1半都不到。我跟他们理论，他们就说1万块罚款，不然就扣车1个月。”闻言，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这
绝对不是巧合，分明是郑大钱的新招数。他不敢再直接对我动手，就开始从我的上游供应链下手。老李紧接着又无奈地说：“不只是我，今天早上给我们这片送菜的、送粮油的好几辆车，都在不同的路口被拦了，找的理由五花八门，什么尾气不合格，反正就是车荣发的罚款扣车。现在镇上那些给我们送货的司机，没一个敢再往你这边跑了，他们都怕了。”真是好一招釜底抽薪。要知道加油站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材，一旦供应链断掉，不出2天就得关门。到了中午时分，食材短缺的影响就开始显现了。好几个工人想点的菜都因为没有人要，做不了了。虽然他们都表示理解，但我能看到他们眼神里的失望。见状，我心里焦急万分，于是我立刻给禽兽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说明。禽兽在电话里勃然大怒：“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胡闹！这是在破坏机场项目的正常运转的。”他当即答应我立刻去跟镇里交涉。然而1个小时后，他回了电话，无奈地说：“父亲，我找了他们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说会立刻纠正，但下面的人根本就是阳奉阴违，还在到处设计。这是地方保护，是他们内部的利益链。我们是指挥部，对地方行政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帮人就是在跟我们耍无赖、打太极。看来指望别人是靠不住的，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杀出一条路。我立刻拨通了苏婉的电话。苏婉，帮我个忙，之前给我的那些市里批发市场的联系方式还在吗？苏婉立刻问道：“在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随即将郑大钱的手段和我的困境简单的说了一遍。苏婉在那边沉默了几秒钟后评价道：“够狠的，这是要把你往绝路上逼。阿青，你打算怎么办？从市里进货，路程可不近，成本会高很多，而且你没有车。车可以租或者买辆2手，成本高一点没关系。秦主任给的补贴正好可以用在这里。最关键的是，我要货源的主动权，我不想再被人卡脖子。”苏婉的声音里透着赞许，我果断的回答：“好，有魄力，这才是这样。车的事情你别管了，我有个客户是做2手车生意的，我让他给你找一辆皮实耐用的小货车，手续我帮你办，钱从我这儿先垫上，不用你操心。批发市场那边我再帮你打个招呼，让他们给你留最好的货，给你最优惠的批发价。阿青，你只要记住，安宁镇只是一个小池塘，郑大钱是池塘里的大鱼，但他出了这个池塘，什么都不是。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根扎在池塘外面的江河湖海里。”苏婉的话让我醍醐灌顶。我总想着怎么在安宁镇这块地上跟他斗，却忘了我完全可以绕开他，去一个更广阔的平台。2天后，一辆半旧的蓝色小货车停在了我的工地门口。苏婉亲自把车开了过来，并将车钥匙交到我手里。驾照有吧？我自信回答：“有，大学就考了，不过好久没开了。”苏婉安慰道：“没事儿，这车耐用，随便开。”苏婉随即打开后车厢，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笑着说：“这是我顺路从批发市场给你带的第一批货，验验货。”此刻我看着这一车鲜活的食材，看着风尘仆仆的苏婉，鼻子一酸，不禁有些哽咽。苏婉连忙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行了，别煽情了，赶紧卸货吧，工人们还等着吃饭呢。等你酒店开业了，总统套房多给我留几间就行。”那天晚上加油站的菜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盛。当工人们得知这些菜是我亲自开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市里拉回来的，所有人都震惊了。张工头端着1碗酒走到我面前，激动得满脸通红：“傅老板，我老张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冲你这份心，我们跟你干了！这加油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谁敢动我们的家，我们跟他没完！”随即几百个工人齐声呐喊：“所有人的家！谁敢动我们的家，我们跟他没完！”此刻我知道郑大钱的釜底抽薪之计彻底破产了，他不仅没有打垮我，反而让我和这些朴实的工人们彻底绑在了一起。自从拥有了自己的货车和独立的供应链后，我的加油站彻底稳住了阵脚。我把全部的精力重新投入到了酒店的建设中。苏婉帮我找的设计师果然很有水平，他为我的酒店设计了一种现代简约的风格。在周围一片狼藉的工地背景下，它就像是从未来的城市里空降到这片土地上的一座艺术品。与此同时，我在禽兽的建议下开了一个小超市，卖一些香烟、零食和日常用品。此外，我还买了几台洗衣机，提供洗衣服务。至此，我的加油站已经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型社区，完美的解决了机场工人们所有的后顾之忧。就这样，我的名声也通过这些工人的口传遍了整个机场项目。大家都知道，在工地旁边有一个叫父亲的年轻老板。这天，我正在加油站里算账，禽兽忽然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为首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边还跟着2个年轻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相机。禽兽随即热情的介绍：“傅老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方航空公司总部的项目拓展部经理陈默，陈经理，机场未来的航线营做前期考察的。”闻言，我心中一动，立刻伸出手站了起来。陈经理您好。陈默握住我的手，脸上带着商业化的微笑：“傅老板，久闻大名，秦主任一路上可没少夸你啊。”我连忙谦虚的回答：“陈主任过奖了。”陈默随后开门见山的说：“我们刚才在机场工地上转了一圈，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你这栋非常有设计感的建筑。秦主任介绍说，这是一家即将开业的酒店，老板就是你吗？”我肯定的回答：“是的。”闻言，陈默随即发出请求：“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吗？”我立刻回答：“当然可以。”于是我放下手中的账本，带着他们走向我的酒店。途中，陈默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的回答沉稳而清晰。当我带着他们走进还在装修的酒店大堂时，他们所有人都被震撼了。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工地上一架架塔吊正在忙碌。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看到一架架银色的飞机起飞降落，其视觉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陈默不禁由衷赞叹：“了不起，傅老板，你非常有眼光，在所有人都盯着拆迁款的时候，你看到了未来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身后的助理一直在不停地拍照记录。随后，我们走到楼顶的观景露台，站在这里，整个机场工地尽收眼底。陈默望着远方，缓缓开口：“我们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每次直飞任务都需要在落地城市进行休整，我们对协议酒店的要求非常高，安全性、私密性、便捷性缺一不可。你的酒店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是离机场最近的，甚至比我们规划中的员工宿舍还要近。他随即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晶莹的光。傅老板，你的酒店开业后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南方航空在安宁机场的机组人员，指定下图酒店？闻言，我的心脏猛地一跳。要知道，跟航空公司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意味着我的酒店还没开业，就拥有了最稳定、最高质量的客源。这无疑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回答：当然有兴趣。陈默闻言满意的点点头。很好，等你的酒店正式完工，我们会专业的团队过来进行评估。如果可以签订的战略，谢谢陈经理。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保持联系。送走陈默一行人后，我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吹着风，感觉一切都像是在做梦。就在我准备下楼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停在远处土路尽头的一辆车，那是郑大钱的车。他坐在车里，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此时郑大钱似乎在对他指着我的酒店说着些什么，于是我冷静地走下楼，给苏婉发了一条信息：帮我查一个人。接着我用手机从天台上拉近焦距，拍了一张那2个男人的模糊侧影，补充道：坐在郑大钱旁边的那个穿西装的，我要他所有的资料，越详细越好。苏婉几乎是秒回：收到，有麻烦了。我回复道：可能是真正的麻烦了。放下手机后，我走到工地门口，对赵叔说：赵叔，帮我个忙。赵叔立刻回答：阿青，你说。我解释道：帮我找人做一块牌子，最好的木头，手工雕刻。赵叔好奇地问：写什么？于是我拿出纸笔，一笔一画地写下8个字：非消费客人禁止入内。赵叔看着这8个字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明白了，这是要给某些人立规矩啊！我这就去找镇上最好的木匠，保证给你做得明明白白。3天后，一块由整块花梨木雕刻而成的牌子立在了我酒店工地入口最显眼的位置。而这块牌子的出现，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些来加油站吃饭的工人，路过时都会看上几眼，然后会心的一笑。显然他们都懂这块牌子是给谁看的。当然郑大钱自然也看到，他当然知道这非消费客人指的就是他和他带来的那个贵客。我这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们，我的地盘不欢迎你们的窥探。当天晚上，苏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阿青查到了，那个人叫季伯常，是市里华宇资本的老板。他最擅长的就是寻找那些有巨大潜在价值但存在弱点或纠纷的项目，然后用各种手段强行低价收购、包装转售后获取暴利。这些年被他搞的家破人亡的公司不在少数。苏婉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的心往下沉一分。我疑惑地问道：他怎么会和郑大钱混在一起？苏婉立刻回答：我查了工商信息，季伯常名下的一家投资公司就在上个月和郑大钱的亲弟弟合伙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安宁康港有限公司。苏婉接着问道：公司的注册地址你猜是哪里？闻言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回答道：是我家这里。苏婉的声音冰冷：没错，就是你家那块地的地址。一切都明白了。郑大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安生，他把我画出红线，就是为了把这块地留下来。他知道这块地未来会升值，所以让他弟弟和季伯常合作，想把这块地变成他们自己的囊中。我在这里盖酒店挡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他们才要用尽一切办法把我赶走，把我的酒店变成他们的酒店。之前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只是开胃菜，现在真正的资本猎食者季伯常已经亲自下场了。我担心地问苏婉：他们会怎么做？苏婉接着回答道：季伯常的手段通常分3步：第一，舆论抹黑，把你搞臭，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麻烦，让你的合作伙伴动摇；第二，法律诉讼，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起诉你，拖垮你的精力和资金；第三，釜底抽薪，从你的资金链、你的团队下手，让你内部崩溃。等把你折磨的差不多了，他就会以一个拯救者的姿态出现，给你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侮辱性的低价，收购你的一切。我听着苏婉的分析沉默了很久，随后缓缓开口：我明白了，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到底。苏婉闻言有些担忧：阿青，我对苏婉说：苏婉，你继续帮我盯着季伯长和那家新公司所有的资金往来和动向，我要知道他每一步的计划。另外，南航那边我会尽快促成合作，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官方的盟友来做我的后盾。还有，我的酒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工开业，只要我开始产生现金流，我就能跟他耗下去。我一口气说完了我的计划。苏婉听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阿青，你真的长大了。我看着窗外那块禁止入内的牌子，是被逼的。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你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变成一个比你的敌人更强悍的战士。季伯常的攻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一夜之间，安宁镇本地的几个论坛，还有市里一些自媒体的公众号上，都出现了一篇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标题起得耸人听闻。机场旁的违章毒瘤，谁给了他藐视规划的特权？一个青年的50万巨款从何而来？揭秘云端酒店背后的资本疑云。安全警报！距离跑道不足100米的酒店，或将成为未来航班的巨大隐患。文章里我被塑造成一个贪得无厌、背景神秘，为了钱不顾公共安全的钉子户，同时暗示我的贷款来路不正，甚至影射我与银行和机场方面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婉和禽兽都被含沙射影的卷了进来。这些文章像病毒一样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对我又嫉妒又好奇，现在更是议论纷纷。就说吧，他一个小伙子哪来那么大本事？背后肯定有人。这下好了，闹大了，看他怎么收场。李婶更是幸灾乐祸，在这里的微信群里转发这些文章，还添油加醋地说：这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负面的舆论很快就传到了机场项目指挥部，禽兽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语气非常焦急。付清，你看到网上的那些文章了吗？指挥部的领导很重视，压力很大。我声音平静地回答：我看到了，秦主任，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清者自清。挂了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赵叔又一脸怒气地找到我：阿青，真是太欺负人了。我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赵叔？赵叔随即气愤地说：“刚才市里一个叫什么宏发建筑的公司派人来我们工地，指名道姓要挖我手下的老师傅，工资开2倍，还得交5险1金。有几个年轻已经动心了。”我心里一沉，找到了那几个动了心的年轻工人，我没有骂他们，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说：“人往高处走，我理解，你们想去，我不拦着，工钱我1分不少的结给你们。离开的人，以后云端酒店的大门永远不会为你们敞开。”说完，我转身就走。那几个年轻人站在原地面面相觑，最终谁也没有离开。他们或许不是最讲义气的，但他们不傻，他们能看出来谁才是真正做事业的人，谁只是来搞破坏的。赵叔的团队稳住了，但新的麻烦接踵而至。第2天我就收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一家我从未听说过的环保科技公司，以建筑噪声及光污染严重，影响其公司精密仪器运行为由，向我索赔100万元，并要求我的酒店立刻停工。而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就在几公里外的一片荒地上，那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这是赤裸裸的恶意诉讼，目的就是为了拖住我，耗光我的钱。我不得不花钱请律师准备应诉。我的资金本就捉襟见肘，现在又多了一笔庞大的开销。我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白天要处理工地的事情，安抚工人的情绪，跟律师开会，晚上要亲自开车去市里进货，回来还要看加油站的生意。巨大的压力让我几乎要窒息。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的对手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本和专业团队的金融巨鳄，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和一腔孤勇。就在这时，苏婉打来了电话。阿青，别怕，我都知道了。季伯长的这3板犬是他惯用的手掌，很多人都在这里倒下了，但是你不会。你现在去加油站外面看看。闻言，我擦了擦眼泪，疑惑地走到门口，只见加油站外的空地上，几十个刚刚下班的工人拿着手机围在一起，在那些抹黑我的文章下面，一条一条的留言。放屁！傅老板的饭菜是整个安宁镇最便宜、最干净。老子就在云端酒店的工地上干活，这里的安全标准比市里好多大楼盘都高。谁再造谣，老子去撕烂他的嘴！这酒店要是违章，那全天下就没有合法的建筑了。傅老板所有的手续都齐全着呢。支持傅老板，干倒那帮背后捅刀子的坏人。他们的言辞很粗俗，甚至带着脏字。他们只知道谁对他们好，他们就要为谁出头。看着他们，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这一次是因为感动，我突然明白了，纪伯常有钱有团队有手段，但我有他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我有明星。我吸了吸鼻子走上前去。张大哥，各位师傅。张大哥看到我咧嘴一笑，谢谢你们。谢啥？我们就是看不惯那帮孙子欺负好人。另一个工人接着说，傅老板别怕，我们几千个兄弟都站在你这边，他们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就敢把他们的老巢给平了。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朴实而坚毅的脸，心中的迷茫和恐惧一扫而空。我重新站直了身体，拨通了南航沉默经理的电话。陈经理你好，我是付清。网上那些关于我的谣言，想必你也看到了。我不想做无谓的解释，我只想邀请您和您的评估团队随时来我的酒店进行实地考察。另外，我想跟您赌一把，如果评估合格，我希望我们能立刻签约。作为回报，前3年的合作费用我给您打8折。如果评估不合格，我为您团队所有的差旅费用买单。我赌的是我的信誉，也是我的未来。我的这通电话让陈默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傅老板，你很有魄力，我欣赏有魄力的人。这样吧，3日后我会带我们最专业的团队过去，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我回应道，一言为定。挂了电话，我立刻找到了赵叔。赵叔，我们必须在3天内让酒店具备接待评估团队的条件。我把剩下的所有资金都砸在了这次冲刺上，把酒店最核心、最能体现价值的部分完美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放弃了那些耗时耗力的精细装饰。我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是在装修，我们是在战斗。工人们的热情被我彻底点燃，张工头他们更是主动请缨，下班后也不休息，直接来我的工地帮忙。几千人的机场工地和我的酒店工地形成了奇妙的联动。白天他们在机场挥汗如雨，晚上他们在我这里点着临时的探照灯，继续挑灯夜战。整个工地24小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股不要命的劲头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3天后，当南航的评估团队在沉默的带领下再次来到我的酒店时，他们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仅仅几天不见，这栋建筑已经焕然一新，核心区域已经呈现出5星级酒店的雏形。我带着他们走上顶层的观景露台，这里已经摆上了舒适的户外桌椅。我邀请道：“陈经理，请坐。”我为他们每个人都泡上了一杯热茶，介绍道：“这里未来将是我们云端酒店的机场讲官行政酒厅，每一位入住我们酒店的南航机组成员都可以在这里享受顶级的视野和最放松的环境。”陈默端着茶杯，看着远处巨大的航站楼，眼神里充满了震撼。他身后的团队成员则拿着各种仪器，在酒店的各个角落进行着严苛的测试。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1个小时后，所有测试完成。一个戴着眼镜的技术负责人走到陈默身边，递给了他一份刚刚出炉的报告。陈默接过报告，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他看得非常慢，我的手心也全是汗。终于，他放下了报告，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傅老板，我必须承认，你创造了一个奇迹。无论是建筑质量还是设计理念，你的酒店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隔音处理，室内噪音控制在40分贝以下，这非常了不起。闻言，我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为了这个隔音效果，我们放弃了那些耗时耗力的精细装饰。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随即，陈默话锋一转：“但是你的酒店目前只是半成品，很多配套设施尚未完善，这不符合我们的合作承诺。”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说出我的备用计划，陈默却笑了：“但是我个人非常看好你的未来，所以我决定也跟你赌一把。”说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2份文件，一份是酒店合作意向书，另一份却是一份私人的天使投资协议。陈默解释道：“这一份意向书我们可以先签，它代表了南航的官方态度，可以帮你抵挡很多外部的压力。”说完，他又把第2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至于这份投资协议，
这是我个人以我妻子的名义投资你的酒店100万，用来帮你度过眼前的难关，把酒店彻底完善起来。我不要你的股份，就当我借给你的，等你酒店盈利了，再连本带息还给我就行。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来支持我，颤声问道。为什么？沉默喝了一口茶，目光悠远说：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一无所有却敢于向全世界宣战，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我不想看到你的梦想被那些肮脏的资本扼杀在摇篮里。我眼眶一热，站起身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陈经理，谢谢您，我福清在此立誓，绝不负您的信任。那天下午，在我的半成品酒店天台上，我签下了那份价值100万的协议。就在我落笔的那一刻，我收到了苏婉发来的信息：季伯常开始在2级市场上恶意收购我们银行的股票了，他要逼我下台。我看着信息，又抬头看了看远方，我明白真正的决战已经拉开了序幕。沉默经理，100万的私人投资像一针强心剂，注入我几近干涸的资金链。但苏婉那条短信又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我知道苏婉之所以会成为目标，全都是因为我。我拨通了苏婉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苏婉声音异常疲惫地说：阿青，我正在开会，长话短说。我急忙问道：你怎么样？他是不是？苏婉打断我，语气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商场上的正常博弈而已，你不用担心，我应付得来。你只要把你的酒店盖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季伯常这种人最看重利，只要你的项目成功了，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没错，银行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就没话说了。我知道他在安慰我，季伯常在用他雄厚的资本向整个银行施压，目的就是逼他们牺牲掉苏婉这个审批人。我对着电话轻声说：苏婉，对不起。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安慰道：我们是朋友，我帮你不是投资，是信任。别想那么多，按计划走。记住，你赢了，我们所有人才会赢。我先挂了，有事再联系。挂掉电话，朋友信任这2个词像千斤巨石压在我的心上。我不能输，不仅是因为我的酒店，还有苏婉的前途和沉默的信任。我回到工地，赵叔和工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结果，看到我都关切地问道：阿青，南航的人怎么说？我收起所有的情绪，脸上露出笑容说：他们很满意，他们会跟我们签合作意向书。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这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我看着他们脸上质朴的笑容，当场宣布这个月所有参与抢攻的工人工资翻倍，来帮忙的机场工人每个人发1000块的红包。第2天，沉默就把100万的投资款打到了我的账上，同时南航的法务部也发来了盖好章的合作意向书扫描件，有了南航的官方背书，那些说我背景神秘、违规建设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即我给禽兽打了个电话：秦主任，我想借机场指挥部的名义办一个新闻发布会。禽兽愣了一下问：新闻发布会关于什么？我立刻解释道：云端酒店的正式亮相，以及我们和机场南航的3方合作展望，我要邀请市里甚至省里所有主媒体的记者都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建酒店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还要把南航的合作意劝书和所有合法手续公之于众。禽兽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你是想借力打力，彻底扭转舆论？我一字一句的回答：是的，我不想再跟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了，我要把所有牌都摊在桌面上。既然他们想让我出名，那我就出个彻彻底底的名。禽兽在电话那头沉吟了许久，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风险，一旦发布会出任何差错，他也要承担责任。最终他下定决心说：好，我支持你，机场项目需要你这样的合作伙伴，安宁镇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活力。记者的事情我来联系，场地就用机场指挥部的会议室，时间就定在3天后。福清，我们一起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禽兽的人脉很广，他几乎请来了本市所有有头有脸的媒体。上午10点发布会正式开始，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了发言台前。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叫福清，是云端酒店的创始人。我知道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我和我这家酒店的传闻，有人说我神秘，有人说我资金来路不明，还有人说我这栋建筑是机场旁的毒瘤。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安宁镇男孩，我的父母早逝，给我留下了这栋老宅。当全镇拆迁，唯独我家被划在红线外时，我没有哭闹，我只是觉得命运把我留在这里，一定有它的道理。我拿出了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又向银行贷了30万，凑够了50万启动资金，我把它推倒重建。我想把它从一栋被遗弃的老宅变成一座能为新机场服务的酒店。我给它取名云端，就是希望它能像飞机一样，向着云端，向着更高的未来飞翔。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刻意煽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年轻人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守护家园，追逐梦想的故事。台下渐渐安静了下来，很多记者都放下了手中的笔，静静地听着。我继续说道：我的资金每一分都干干净净，为我提供贷款的银行朋友，现在正因为他的专业和正直，遭受着不白之冤。我看向台下的苏婉，她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眼眶有些发红。我的建设每一个步骤都合法合规，为我监督工程质量的是机场指挥部的秦主任。禽兽对我点点头，目光里充满了鼓励。我的未来也绝不是什么毒瘤，因为我已经和南航的沉默经理达成了初步的战略合作。我转身指向身后的背景板和那份挂在墙上的合作意向书，未来这里将成为南航机组人员最温馨的港湾。话音刚落，全场瞬间哗然。南航的官方合作，这绝对是今天最重磅的新闻。所有质疑在这份文件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指向第一排的赵叔和张工头，他们坦荡回应道：我没有什么神秘背景，只有一颗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支持
撑我的就是身后这片我热爱的土地，就是支持我的各级领导，就是信任我的合作伙伴，就是和我一起流血流汗的工友们。随后发布会进入了记者提问环节，一个男记者站起来，尖锐地提问道：傅先生，您刚才提到您的银行朋友因您遭受打压，据我所知，近期有一家叫华宇资本的公司正在对您朋友所在的银行进行恶意收购，而网上抹黑您的几家自媒体背后也有华宇资本的影子。您认为这是针对您的恶意商业行为吗？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我沉默片刻后，清晰地回应：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看到价值会想办法创造它、守护它；另一种人看到价值只会想到掠夺它、摧毁它，然后占为酒店，欢迎所有创造者，但永远会对那些贪婪的掠夺者关上大门。我相信阳光之下，所有阴谋诡计最终都会无所遁形。我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当天下午，关于云端酒店的新闻就席卷了市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我的形象从一个备受争议的钉子户，变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先锋，一个独立坚韧、敢于向不公、命运和资本说不的优秀青年。可就在发布会结束的第2天，麻烦就来了。早上，赵叔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喊道：阿青，不好了，酒店停水了！我心里一沉，问道：怎么回事？水费我们不是按时交了吗？赵叔立刻回答：交了，但是镇上的自来水厂说，我们这片区域的主管道要减续1周。这是种地头蛇最惯用的下三滥手段。没有了水，酒店最后的装修工程就得全部停下来。更要命的是，加油站也无法正常营业了。我立刻想到了禽兽，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找上了门。他自我介绍道：我叫王卫国，曾经是宏图集团的董事长。宏图集团这个名字我有些耳熟，好像是市里曾经非常有名的一家本土房地产公，但几年前听说因为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就破产了。王卫国看着我，眼神复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把你逼到绝境的华宇资本老板纪伯常，也是用同样手段搞垮我的人。我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不是敌人，是我天然的盟友。我好奇地询问道：王董事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卫国随即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我开发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就跟现在的你一样，投入了所有的身家。可就在项目即将完工的时候，纪伯常出现了。随后他像救世主一样出现，用不到30%的价格收购了我所有的股份和那个即将完工的项目。我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王卫国的故事和我正在经历的一切何其相似，只是他的结局比我惨烈得多。王卫国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资料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他的罪证。纪伯常这个人行事狠辣，但过于自信，他很多见不得光的交易都留下了都是通过一家在海外注册的空壳公司进行。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他当年帮他操作这一切的人，现在是我安插在他身边的。这里有他偷税漏税的证据，有他非法转移资产的记录，还有他行贿关系，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我看着那沓资料，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哪里是资料，这分明是一把明知纪伯长于死地的利刃。我急切询问道：王总董事长，你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举？王卫国苦涩地摇了摇头，回答：没用的，我试过，但纪伯长的关系网太硬，我一个破产的老头子根本掀不什么风浪。这些材料递上去都石沉大海。说完，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说：但是你不一样，你的背后站着机场项目和南方航空，你有他们没有的关注度，有他们无法忽视的影响力。这把刀在我手里只是一块废铁，但在你手里，它或许能斩断恶龙的头颅。我接过那沓沉甸甸的资料，手在微微发抖。我明白了，王卫国不是来寻求我的帮助，他是来把他复仇的希望托付给了我。就在这时，禽兽给我打来了电话。母亲，停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刚跟市里的领导通过气，市长很生气，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你放心，最多半个小时，水电都会恢复正常。另外，市纪委的调查组已经进驻了安宁镇，第一个要约谈的就是郑大钱。我握着手里的资料，听着电话里禽兽的声音，心中百感交集。我知道反击的时刻到了。我抬起头，目光无比坚定，郑重承诺道：这把刀我接下了，我向你保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市纪委调查组进驻安宁镇的消息比停水通知传得更快。郑大钱被叫进去谈了整整5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威荡然无存。半个小时后，我工地的水龙头里重新流出了清澈的自来水。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将王卫国给我的那份资料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纪伯常的罪恶远比我想象的要触目惊心，偷税漏税、非法转移资产、行贿，每一项都足以让他牢底坐穿。但我知道，仅仅把这份资料交给纪委是不够的。纪伯常的根基太深，关系网太复杂，我必须用一种让他无法挣扎、无可辩驳的方式将他彻底定死。于是我拨通了苏婉的电话，说：苏婉，我需要你帮我联系一个绝对可靠且有足够影响力的省级媒体。苏婉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问道：你想引爆他？我看着窗外，郑大钱的办公楼在夜色中一片漆黑，回答：不，我是要审判的。省电视台焦点追踪栏目的一个制片人，他是我大学学长，为人正直，最恨资本市场的黑幕。他们栏目是全省收视率最高的深度调查节目，被他们盯上的人非死即惨。我确定道：就他了。我从那沓厚厚的资料里抽出了一页纸，那是一份纪伯常通过海外空壳公司操纵股价非法获利近1亿元的清晰记录。我没有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对付纪伯常这样的老狐狸，必须像剥洋葱
通一样，一层一层的剥掉他的伪装，让他感受到那种无尽的折磨和恐惧。我用加密邮件把这份资料发给了那个叫焦点追踪的栏目组，我没有署名，只在邮件的末尾写了一句话：这只是一个开始。2天后，省电视台的焦点追踪节目准时播出。这一期的标题极具冲击力：100亿资本黑幕，纪伯常的隐秘财富帝国。节目以一种悬疑片的节奏，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匿名的专家采访，将我提供的那份证据抽丝剥茧，清晰地呈现在了全省几百万观众的面前。主持人用冰冷的语调质问：我们的资本市场为何会成为某些人无法无天的提款机？我们的监管体系为何会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我知道纪伯常的末日开始了。当晚，华宇资本的官网被愤怒的股民刷到瘫痪。第2天，华宇资本的股票开盘即跌停，巨大的卖单像瀑布一样，封死了所有出逃机会。纪伯常的手机被打爆，质问的、谩骂的、宣布撤资的、要求解约的。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商业帝国，在短短一个周末之后，开始出现了崩塌的迹象。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安宁镇。郑大钱在被隔离审查的第3天，终于扛不住压力，把纪伯常供了出来。包括他是如何伙同纪伯常想侵吞我的土地，包括他收了纪伯常多少好处，帮他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调查组很快就查到了他和纪伯常弟弟合开的那家安宁空港服务有限公司。最后，郑大钱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这晚加油站已经提前收摊，工人们也都回到了宿舍。我因为要核对一批新到的装修材料的账目，留在了办公室。赵叔不放心我一个人，也陪着我留了下来。赵叔看着窗外瓢泼的大雨，担忧道：阿晴，这天不对劲，怕是要出事。我也感到莫名的烦躁。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撞开，一个负责值夜的保安冲了进来，惊恐地喊道：顾老板，赵队长，不好了，来了一帮人，都拿着家伙，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我们拦不住啊！赵叔闻言，蹭的一下站了起来，抄起墙角的铁锹怒骂：他真敢来送死！我心里一沉，又迅速冷静下来，对赵叔吩咐：赵叔，报警！保安颤抖地说：来不及了，他们把我们的手机都给砸了，看样子他们是想把整个工地都给毁了。我立刻意识到，纪伯常这次是动真格的，他们不是街头混混，而是职业暴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最大的破坏，引发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一旦工地被毁或者出了人命，我的酒店项目就将彻底万劫不复。我当机立断地说：赵叔，你带人守住大门，不要跟他们硬拼，拖住他们。阿晴，那你呢？我去找救兵。我来到外面，听到酒店大楼那边传来了刺耳的打砸声和嚣张的叫骂声，10几个黑影拿着砍刀和铁棍，正在疯狂地破坏着我刚刚安装好的玻璃幕墙。突然，一道刺眼的车灯从我身后亮起，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面包车飞快地朝我冲了过来，他们想撞死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电光火石之间，张工头猛地从旁边扑了过来，一把将我推开。老板，快走！张工头的身体像一个破麻袋一样被撞飞出去，那辆面包车没有丝毫停留，继续加速，消失在雨夜中。我撕心裂肺地喊着，连滚带爬地跑到他身边：张大哥！他虚弱地看着我，却还在对我笑：快走！我的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模糊了视线。我不能走，我走了赵叔他们怎么办？我走了，张大哥的血就白流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杀意从我的心底疯狂地涌了上来。我抬起头看向那些还在打杂的暴徒，我的眼神冰冷得像南极的寒冰。我没有上我自己的车，我转身冲向了工地角落里那台闲置的推土机。张工头之前就教会了我开这台，大家伙，我发动了它。钢铁巨兽在雨夜中苏醒，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所有的暴徒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轰鸣声吓到。我驾驶着推土机，缓缓的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压碾压过去。一个暴徒惊恐大叫：疯子！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四散奔逃，没有去追他们。就在这时，10几辆警车闪烁着红蓝色的警灯，划破雨夜呼啸而至。禽兽和苏婉从第一辆车上冲了下来，他们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张工头，看到了满地的狼藉，也看到了坐在推土机驾驶室里的我。苏婉跑到推土机驾驶室下，声音都在发抖：阿青，你没事吧？你快下来！我从高高的驾驶室上跳了下来，重重地摔进他的怀里。苏婉，他们要杀了我！苏婉紧紧地抱着我，声音哽咽：我知道，没事了，都过去了。我知道没有过去，我和纪伯常之间从今晚开始不死不休。张工头被送往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医生说他失血过多，左腿骨折需要立刻手术，但没有生命危险。我守在医院的走廊里，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张工头被撞飞的那一幕。苏婉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禽兽则在一旁不停地打着电话。陈默经理也知道了，他动用了南航的关系，向省里施压，要求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纪伯常的这一记重拳虽然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彻底打碎了所有的规则和默契。他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警方连夜展开了行动，那10几个打杂的暴徒很快就在出城的各个路口被抓获。撞伤张工头的那辆无牌面包车也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被找到。审讯进行得异常顺利，在确凿的证据和巨大的压力面前，这些亡命之徒很快就把他们的雇主供了出来，是纪伯常最信任的助理，也是他所有脏活的执行者。当警察找上门时，那个助理选择了畏罪自杀，他以为这样就能金蝉脱壳，他太小看我了，也太小看王卫国交给我的那份资料。我走到苏婉和禽兽面前说：苏婉，帮我联系焦点追踪的那个制片人，禽兽，帮我约市纪委的领导。第2天上午，我将王卫国给我的那份完整的资料复印了2份，一份我亲自交到了省电视台焦点追踪栏目组，另一份我交给了市纪委的最高负责人。紧接着，一场席卷全省的金融界和官场反腐风暴就此拉开序幕。焦点追踪栏目组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制作了一期长达1个小时，到了历史新高。很快，纪伯常的保护伞被连根拔起，失去了所有的庇护。税务部门、证监会、公安机关一拥而上，纪伯常旗下所有的资产被冻结，华宇资本被彻底查封。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资本帝国，在短短几天之内轰然倒塌，灰飞烟灭，尘埃落定后，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来了。我看着远处已经正式通航、一派繁忙景象的安宁国际机场，没有发表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讲，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大家，云端之上有我，也有大家。
酒店的顶楼还是那个观景露台，只是如今它已经变成了全安宁镇最昂贵也最美丽的风景。苏婉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杯香槟，笑着调侃我：“现在像个成功人士了。”阿青，你知道吗？你做的已经不仅仅是建一家酒店了，你改变了这个地方，也改变了很多人。我笑了，看着我的酒店里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知道那个被遗弃的孤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纪伯常的继任者是一个从市里空降下来的中年干部，名叫赵福明。我以青年企业家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安宁镇未来的发展规划研讨会，会议开了一整个上午。赵福明在会上毫不吝啬地夸奖我：“副总的云端酒店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他证明了，在安宁镇这片土地上，只要有眼光、有魄力，就一定能长出世界级的果实。我们接下来的所有规划都要向云端酒店看齐，我们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吸引投资的热土，一个让所有人才都愿意留下的家园。会议结束时，赵福明握着我的手，真诚地说：“副总，过去是镇里对不起你，未来镇里需要你的引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开口，我们一定全力支持。”我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芒，我知道安宁镇的春天真的来了。酒店的生意蒸蒸日上，除了南航，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组也开始慕名而来，寻求合作各种商务会议。行业论坛也纷纷选择在我的酒店举办。到云端去开会成了市里商界一种新的时尚，而我一手打造的加油站也没有被遗忘。我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变成了一个半开放式的美式广场。它依然保持着亲民的价格和江湖的气息，成了机场地勤人员和周边居民最爱去的宵夜圣地。赵叔被我正式聘请为酒店的工程部总监，负责所有设施的维护管理。他们成了各个岗位上的技术骨干，他们每个人都穿上了崭新的工服，成为一家5星级酒店的正式员工。王卫国也来看我，一见面就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副总，谢谢你，是你给了我第2次机会。”我连忙扶起他：“王叔，您言重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是您给我的那把刀，才让我有机会斩断黑暗。”他告诉我，他准备用拿回来的钱成立一个法律援助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像他和我一样被资本欺凌过的创业者。他拍着我的肩膀，欣慰地说：“我斗不动他们了，但接下来这个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送他离开酒店，看着他那不再佝偻重新挺直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知道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落幕，酒店的运营一切都井井有条。我终于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张工头从普通病房转到了市医院最好的 VIP 康复中心，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承担。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看到我来，他激动得差点从床上坐起来，说：“傅老板，你怎么来了？我这点小伤哪用得着你亲自跑一趟？”我把一束鲜花放在他的床头，说：“张大哥，你这可不是小伤，你是在替我玩命。医生说了，你的腿恢复得很好，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着，什么都不用想，工资照发，医药费我全包。”这个从不叫苦的北方汉子，此刻像个孩子一样哽咽着说：“傅老板，我老张值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以后换我来保护我们的家。”从医院出来后，我接到了苏婉的电话。苏婉负责的云端酒店贷款项目在总行声名大噪，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得到了破格提拔。他成了他们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支行行长。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副总，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想在哪里请？就在你的云端酒店总统套房。晚上我让厨房准备了最精致的晚餐，送到了顶楼的总统套房。那是我专门为苏婉预留的房间，从不对外开放。房间的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空港新城的夜景。苏婉看到我来，她对我笑了笑说：“还是你这里的风景最好。”我笑着说：“那是，也不看是谁的地盘。”我们没有聊工作，也没有聊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我们就只是像2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喝着茶，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忽然他很认真地看着我说：“阿青，你还记得吗？你决定要建酒店的时候，我对你说，等你开业了，要送我一个终身免费的总统套房的。”我闻言点了点头。现在我兑现承诺了。苏婉自嘲地笑了笑说：“其实我当时是在开玩笑，我那时候觉得你疯了，50万开家酒店，在所有人都逃离的废墟上，我根本不相信你能成功。我帮你只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输得太惨，我甚至做好了帮你承担一部分损失的准备。”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他继续说：“你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他站起身，走到我的面前。所以我今天想改一下我的要求，我不要你的总统套房了。我抬起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心跳有些加速的。那你要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缓缓地给了我一个吻。随后他抱着我，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颤抖说：“阿青，我要你，我要的是你这个人。”我的眼泪再一次毫无征兆地滑落，我笑着用力地点了点头说：“好。”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未来的设想。转眼间到了安宁国际机场，通航2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云端酒店开业2周年的庆典日。商界名流、政府官员以及各位领导齐聚一堂。我穿着一身量身定制的黑色西装，挽着苏婉的手，站在宴会厅的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宾客。苏婉已经正式从银行辞职，成为了云端集团的 CEO。他帮我处理着所有繁杂的商业事务，让我可以更专注于集团的战略发展。禽兽也来了，他如今已经是空港新城的管委会主任，成了这座新城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看到我笑着：“副总，你现在可是我们新城最大的财神爷啊！”陈默也从广州专程飞了过来，他已经是南方航空的副总裁。他一见到我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福清，我这辈子做过最成功的投资，就是2年前在那个天台上投给你的那100万。赵叔和张工头也都站在我的身后，他们一个是工程部总监，一个是安保部总监。宴会开始后，我作为主办方走上了主席台。2年前，我站在这里，脚下还是一片废墟。我曾以为我被全世界抛弃了，但今天我站在这里，脚下是整个空港新城最繁华的心脏。我想说的是，决定我们价值的从来不是我们被划在哪条线外，而是我们选择在什么地方重新画上我们自己的起跑线。
世界抛弃你，你可以选择把世界重新赢回来。我的演讲很短，却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宴会还没结束，我拉着苏婉的手，悄悄地溜了出来。我们换上了便装，像两个普通的情侣在公园里散步。公园里有孩子在嬉笑打闹，有老人在散步健身。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林婶，她正带着她的小孙子在玩滑滑梯。她也看到了我，表情有些尴尬和局促。你现在可真是大老板了，以前是我嘴杂，你别往心里去。我不在意的摇了摇头。都过去了。这时他的小孙子跑过来，好奇地看着我。林婶连忙说：“这是咱们新城的骄傲，是云端酒店的副总。你长大了也要像傅叔叔一样有出息。”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递给那个孩子。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当年我家的那片旧址。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酒店的一部分，一个漂亮的露天花园。我和苏婉依偎着坐在花园的长椅上，远处一架巨大的客机正缓缓降落在跑道上，灯光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苏婉忽然问：“阿青，你后悔过吗？”看着那架平稳降落的飞机，看着远处万家灯火，看着身边的爱人，我轻声说：“我从未后悔。”